欢迎收看万乔文频道。今天跟大家研究一下如何把 iOS 以及安卓手机移动端映射到任意电脑的任意浏览器上。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之前的效果，视频效果。先看一下安卓，这个就是我的安卓手机，映射在这个 Chrome 的浏览器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是我的安卓手机，这个是 Chrome 浏览器，然后切换图片壁纸，就是这种效果。可以无线用 IP、WiFi 进行这个远程操控，然后这个也用到了一些像开源的小项目、小插件。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iOS 的效果，像这个。这个就是我的 iOS 苹果手机测试机，大家看这个图标，这里也用到了 Attack Server 2。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移动端设备如何在 Mac 以及乌班图和 Windows 上进行这个浏览器的屏幕映射。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我的这个乌班图系统，然后看一下这个浏览器，我们找一下 ITF Smartphone Test Farm 智能手机测试农场，然后我们点一下，就来到它的官网，点击，大家可以去注册一个 GitHub 上的账号，然后就来到了它的官网，这也都是它的一些描述。这个对手机的管理，这个它的示例，然后下边支持安卓远程操控设备，来自于你的浏览器。然后我们再往下找，这里就介绍了用 STF 之前需要必备的这些条件，需要安装 Node.js 8.x，也就是后边这已经说明了不支持新版本，以及安装这个 ADB， 就是对这个安卓手机进行控制这个安卓的 debug bridge ReasonThink DB 一个数据库存储资料的，还有这个图形化支持 for resizing 这个屏幕快照，以及这个包管理 Theorem MQ， 还有这一些介绍。
这个官网推荐的是在 Mac 上执行，然后大家直接不入 install 进行安装就可以。像 Windows 的话，官方说支持的不理想，而且如果你安装的话，可能就是体验效果差。希望你用 Dockerfile 进行体验安装，然后这下边就是安装 STF， 以及这下边说你安装之后需要进行的操作。在安装之前，然后我们最好看一下这个官网的这个 Troubleshooting， 就是这个问题解决目录吧，像这些必备的条件，以免你在使用的时候遇到各种的麻烦。先看一下人家是怎么安装的，遇到了什么错误，然后再开始安装。像这个，咱们得找到它这个命令，找到不入这里，我们复制看一下，看一下终端，先把这个关掉吧。这是我的 Mac， 刚才那个是无弯图在 Mac 上的一个映射。我们重新打开一个 Mac 的平台，然后粘贴。现在 Mac 需要更新，我们不让它更新。然后这里就提示你的这个安装包都已经安装了。这个是警告，就是因为我已经安装了。如果大家安装的话，第一次不会引这个警告，只会有这个安装成功的提示。所以在这个 Mac 上它是很方便的。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它如何在这个 CentOS、无弯图之类的 Linux 系统上如何安装。然后我们来到这个我的这个无弯图系统，我们也打开终端，然后我们确认一下这个系统 RSB release -A， 然后就看到了是最稳定的 20.04。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的这个记事本，如果你在这个 Linux 系统安装的话，跟这个 Mac 安装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一些软件包的话，可能需要你手动的去安装，像这里 ProBuffer 这个，我这里都有记录。在无斑图上安装一般都是用速度 apt install， 然后这些就可以进行安装。还有这个，把它的包下来，这个网上都是可以找到的。这些命令我会贴在视频的下方，大家可以去使用。然后这些，并且在这个之前，官网也已经提到了一个必须条件 requirements， 就是这前边两个，主要是第一个
只支持 8.x 版本，不支持新版本。然后 ADB 这个大家需要安装的。然后我们就看一下这个，首先看一下这个 Node.js 如何安装。Node.js 安装之前呢，如果你是做开发的，最好安装一个 NVM 管理 Node.js 这个版本的一个工具。如果你是非开发的话，可以去官网直接下载一个8.x 的版本。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NVM，VM 就是这里我之前整理的，这个网上也可以搜得到的，让他们下载下来，然后安装。现在我们就先打开这个浏览器，找一下吧。我们找一下，搜索 NVM， 然后大家就来到了这个 NVM 的官网 GitHub 上，从这里都有。这里解释 Node Version Manager、Node 版本管理、安装和更新这些，然后安装这里都有。也就是说，大家直接搜 NVM 就可以了。这里也有这个问题解决 Troubleshooting on Linux、Troubleshooting on Mac OS。然后大家根据这个官网直接输命令就可以进行安装了。安装好之后，这里配置、手动安装都有，如何更新这些。然后我们就看一下我这个乌班图系统，然后 NVM version 就是这里，我们清一下屏，然后 NVMLS， 这些就是我在乌班图上安装的这个 Node 的版本。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ADB， 就是控制安卓移动端的一个工具。搜索 ADB， 像这里就出现了安卓 Debug Bridge 开发，然后这下边也有别的 How to install ADB on Windows、Mac OS and Linux。我们打开一个看一下，就是这儿。然后下载，我们可以去下载这个安卓 Studio， 然后你安装好安卓 Studio 进行配置之后，也会有一个这个 ADB 也就安装好了。这里都有平台、命令、Mac 版的、Linux、Windows， 这上面写的 SDK Tool Package。 If you don't need Android Studio, you can download the basic Android command line tool below。 然后下载，我一阅读就点下载就可以了。
这里的就是需要如何进行这个配置，大家需要对这个 ADB 进行环境变量的配置才能使用。然后，大家可以去网上搜，像这些解释，下载之后如何进行这个环境变量的配置，网上也都有教程，这上面写的。然后我们看一下我这个乌班图，点开这个命令，然后我们输入 type adb， 这个就是我在乌班图上的这个 adb 的安装目录，这是 adb 的命令目录。这个 SDK 到这儿就是它的一个根目录，然后我们看它点 bash， 然后2c， 让我们找一下 adb， 这里安卓的 home， 这里就是配置了我的这个 adb 的环境变量。大家配置的时候可以用在 Linux 上用 vrm， 然后输入点 ba， 然后提示2c， 进来之后把你的这个 adb 环境变量在这里配置，配置的时候输入 i 插入，然后你配置好之后 esc 再按 wq， 这样，然后再 source 一下点 a， 然后就会生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这个 Mac， 像命令行，然后我们 type 一下 adb， 然后这个就是我 adb 命令，让我们看它点 ba， 然后这里也有一些配置，就是我 Mac 上的一些环境变量的配置。然后大家可以在网上根据这个配置安卓的 Home， 这是我 Mac 上的。配置好之后，这个 Mac 跟这个 Linux 系统的乌班图都是一样的，然后也需要进行 source 使其生效之后就可以使用。然后再回到这个乌班图，好，我们清一下屏 clear， 然后 adb devices， 然后这样就查看这个本机的这个移动端设备有没有连住的。这个命令在所有平台 Mac、Linux 以及 Windows 上都是通用的。然后我们下面就接入一个试试，就看一下。稍等一下。
我们插错了。这里我的这个安卓移动端就显示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文件多面，其他这个我的手机就接入到了我这个无关图上。然后我们再搜索一下，这样就接入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刚才的 IVM，IVM2S， 这是我本地的。然后我们 IVM2S remote， 查看一下远程仓库需要的以及拥有的这些版本，然后进行安装。咱们根据这个官网，它需要就是8.x版本。大家在安装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安装，像我安装是8.16.2，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操作系统的性能或者说硬件之类的都会有稍微的这些区别，大家就去安装这个，每一个试一下，最好就是它这上面标识的 latest stable， 有这种标识的进行安装，这样才能使你的系统更稳定。然后 NVMe LS 就 NVM install， 你想要安装哪个就安装哪个，安装完之后 NVMe LS 就出现了。当你装了多个版本之后，它这个像 Node Worst Node V 这个命令行显示的当前版本是8.16.2，是因为我刚才切换了 NVM use 12.14.1，这样就切换到了12.14.1。现在我们再切换回来，现在我们查一下 Node 版本12.14.1，然后我们再切回来 NVM use 8.16.2，然后所有的都安装好了之后，我们确认一下 ITF Doctor， 然后它就会显示像这些操作系统的版本、平台、Linux， 然后这些以及你用的这个 Node， 还有它必须的这个一些插件的版本。当这些没有出现错误，就说明你已经安装成功了。然后
像如果出现错误的话，大家就看官网的 troubleshooting 的。下面我们就来体验。然后官网所有的都安装好了，就需要启动命令，然后这里就会告诉你如何用。用这个 STF 的话，首先需要开启这个数据库，因为它需要存储资料，然后再用这个 STF local 或者加一个参数 public IP。你如果不输这个 public IP 的话，就在别的平台上不能远程的访问你本地电脑，然后就用 STL local 就可以了。如果你需要的话，就输上这个，然后像这里 STF， 这个是Win10的以及通用的版本。然后我们看一下我 Mac 的一个记录吧。我比较笨，所以就记录了一些，像这个 ITF 加参数再加 allowed remote， 这样我们就先在乌班图上启动吧。启动之前确认 Node 版本，然后 Resync DB 启动。然后这里有一个问题 ，Error could not find to HTTP port the address at localhost 8080，然后已经被占用。我们速度 lsof -i 冒号8080，然后就查看了这个占用的端口是这个1784，我们杀掉它，速度 kill -9，然后1784，好，杀掉它。再查一下，没有了。然后我们再启动 Resync DB。好，现在就告诉你已经启动成功了。然后我们再这样新建一个，多建了一个。我们把这个关掉吧，用这个。然后这个你切换的时候记得要切换到 8.16.2， 查一下版本，确实是 8.16.2。然后我们 STF local public IP， 然后查一下我这个 IP 怎么查 IP 呢？ EFconfig， 然后找这个是 Docker 的 IP 映射的 IP， 然后这里用无线的吧，就是这个最下边这个 192.168.1.1， 然后 STF local public IP， 然后192
168.1.11，然后杠杠 allow 杠 remote 启动，然后到这里我们就启动成功了。启动成功之后，我们看一下在 Mac 上可不可以访问。打开浏览器，输入192.168.1.11，就是刚才乌班图上的这个 IP 地址。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了这个 STF 这个界面，因为我之前登录过，所以这里就不需要输入用户名和邮箱。第一次打开的话，需要输入用户和邮箱，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种形式，点一下，然后又看到了我这个测试机，就是这种效果。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测试机映射在 Chrome 浏览器上的效果。在映射之前，我们需要进行一些设置。点这里，然后不同的这个安卓移动端可能它有不同的这个设置。我们往下滑，找到，然后看我的手机也在滑动，找到这个系统，然后开启开发人员选项，这个大家应该都能找到吧，就是关于手机，就点这个版本号3下之后，可能别的手机是点别的项，然后出现开发人员选项之后，打开这个 USB 调试，往下拖一下，就这个 USB 调试，并且设置显示，这里休眠，选永不，并将亮度调暗一点，这样屏幕可以待机时间长，这样就实现了远程操控这个安卓移动端设备的屏幕投射在任何浏览器上，包括你打开任何一个其他的浏览器都可以。我们开一个别的浏览器，像这样，我们输入192.168.1.11冒号7100，它默认的端口。然后这里第一次因为登录，然后输入随便输入邮箱，只要符合要求就可以了。进来了，然后这里就显示着这个，我们把刚才那个先关掉，这个设备先停用，
这找到这个 Safari， 点开它，然后看我右边的这个配置也是可以的。我们点开 Chrome 浏览器，发现我手机上的这个浏览器也是打开的，并且进行这个同步，数据同步。然后回这个首页，然后点这个，回到桌面，再点这个删除，同步删除，删除，这样就实现了任意浏览器的这个移动端桌面的投放。你像包括 Firefox 以及其他浏览器都是可以的。然后像这个 STF， 官方是不支持这个 iOS 这个移动端的投放的，在网上可以搜得到，就是一些别的 GitHub 上，或者说别的这个 TestHome 网支持这个移动端的。为什么要投放在这个浏览器上？这是一个测试人员对移动端的这个管理，而且也有一些好用的这个 LS 一些小插件吧，这个查看手机的目录以及截图，像这个这样截图，和这些高级的设置，大家可以回去体验一下。这个应该是就是网络或者说手机性能，还有装软件这个跟电脑的性能有关系，大家都可以回去调一下，然后根据这些大家回去体验一下。好了，这个 STF 在这个乌班图上安装之后，在我的 Mac 笔记本进行远程投射，实时监控的效果就做到这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STF 到底可不可以，就是对我这个iOS 测试机进行投放。我们打开这个 Chrome 浏览器，然后先把这个关掉，另打开一个。然后我们先把这个乌班图上的这个关掉，按这个 Ctrl+C 之后关掉它，这个也关掉 ，ResyncDB 数据库也关掉。然后回到这个 Mac 笔记本，查一下 STF iOS 的支持。这里有一个 STF 集成了 iOS 之开源，然后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然后在这里它都有一些说明，但是这个它用的是 Xcode 10.1及以下版本，我这个电脑上的 Xcode 是最新的11.4.1，装不了。大家回去之后可以自行搜索，然后根据它这个文档去查询资料，然后进行安装体验。就这个官网 TestHome， 大家搜索就可以找得到，像 STF、iOS 支持，然后找到这个就可以了。那么除了 STF 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开源的这个项目支持安卓以及 iOS 呢？答案是有的，像这个Attack Server 2就支持。这个官网既支持 iOS 也支持安卓移动端。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Attack 2的这个解决方案。像它这里显示部署方案1，使用 Docker Compose。这个我之前给大家都讲过这个 Docker 的安装，大家可以去官网下载这个 Mac 以及 Windows 版的 Docker， 然后它会自带 Docker Compose。Linux 的话，它需要自行安装。如果你会运用 Linux 系统的话，装这个都是很简单的。然后切换。第二个部署方案就是说手动部署，这个会比较麻烦，并且需要用到这个 Python 3.6以上的版本进行必要的安装。这里都已经有了这个配置，并且成功之后输入这个就可以看到了这个画面，以及这个安卓如何接入，上面都有这个一些提示，还有这些下边iOS 的接入，像这里也是必须要用到这个 Python 3.6以上版本。Python 的话，大家也可以直接去网上搜索，直接 Python 有这个 Windows 以及 Mac 和 Linux 版本。然后这里需要用到一个小插件就是支持移动端的这个 npm 里边的一个文件 Web Driver Agent 外部驱动代理。这里写的是安卓，因为这个文档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所以有些都已经过时了。然后这下边命令是可以用的。然后这边大家看一下这个网站，像这里我们转到这里，就是这个插件的 npm Web Driver Agent， 大家可以下载下来。更新日期，大家也可以通过
网上安装一个桌面版的 IPM 之后，再进行编译。这里也有一些命令，然后就安装起来了。下载之后，然后我看一下我的这个文档，这就是我编译好的。大家在用这个工具的时候，还需要用到插扣的。我这里是最新版的，需要跟这个 IPM 有对应的，所以大家最好对应一下，否则会出现一些错误。然后对它进行这个，如果真机调试的话，需要进行这个授权，否则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在测试的时候会一直报这个错误，循环不断。这个官网上都没有写，也就是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嘛。尽信网络、尽信谷歌、百度不如没有谷歌、没有百度、没有网络。这些大家都应该有自己的见解。下载下来之后，根据官网的命令，把它进行这个插件的安装，然后还需要进行配置，像这里都有写。就这里都有写，这个地址就是你本地的这个 IPM WebDriver Agent， 你放在哪里就填写自己的目录，记得一定要用 Python 3。然后大家就是还需要注意的就是看一下这里边的什么 YAML 文件，看是不是用的 Python 3，因为这个文档它有的就是说，文员写的或是开发写的嘛，可能会有出入，大家在实践中要注意。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体验一下，我打开我这个备忘录，这是我之前的一些整理，然后拷贝，打开命令行，因为这个也需要用到 Node.js， 也是8.x版本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上边也有，哪里？找一下。可以看，看看这个安卓，进入安卓，这个移动端的支持，这上面也都有提示。安装，手动安装的话支持 Mac、Windows 的推荐，依赖 Python 3.6、Node.js 8。然后也明确的提出 Node.js 版本太高了也不行，一定要 Node.js 8，推荐使用 NVM 管理 Node 版本，也就是刚才我在乌班图上给大家讲解的。
然后看一下这个 NVM LS， 这是我 Mac 上的安装，也有这个 8.16.2， 然后我们同样用 NVM use 8.16.2， 然后 node-v， 这样就可以了。我们现在输入这个命令，先启动，到这里我的备忘录，启动这个服务 copy， 就启动这些 attack server 的服务。这上面我标识的是安卓 iOS， 先启动他们的服务。启动这个服务大家需要打开 Docker， 如果没打开的话，可能启动不了，大家一定不要忘记，这样就启动好了。然后我们再新开一个窗口，然后记得要用 8.16.2， 你可以用8的其他版本，然后 node-v， 然后再启动。这个就是我安卓的命令。进入之后，启动这个，并允许远程调控。这个 IP 是多少呢？然后我们按住 Option 键的同时点这个，在这里也会看到 192.168.1.10， 然后我们改一下，把这个 192.168.1.10， 然后 copy。这些大家都没必要死记硬背，到网上修改 IP 就可以，然后粘贴回车。然后我们再开一个命令，就启动 iOS， 像这些，我们 NVM use 8.16.2， 然后输入 copy 粘贴，输入密码，解锁，切换到 iOS 提供的服务的目录，粘贴。切换到之后，再设置这个 URL， 这个是我本地的，然后我们也输入IP 192.168.1.10， copy 粘贴，
然后再设置这个外部 agent 的本地目录。如果是你本机，你就把这里改一下 ，copy， 改成你本地的，回车，这个变量就设置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启动 ，copy， 粘贴。然后我们就插入这个真机试一下，然后我的真机就进来了。接下来我们找一个浏览器，打开 Attack Server 的映射。1.10，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我这个华为跟苹果手机在 Chrome 上的映射。点击使用，这个就是大家看这个图标，肯定就是我的苹果手机了。这个有延迟，因为我这电脑性能也不是特别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我先把这个关掉吧，停止使用，然后它就被释放掉了，释放中。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使用，看一下安卓的效果。这里，这就是我安卓手机，大家可以看清楚啊。有屏幕锁，这些都需要回去设置的。这个你在用之前需要打开哪些设置？像找一下，这是安卓的，打开 USB 设置，然后这里就是连接 iOS 设备的需要注意的事项，确保已解锁，并且会出现是否信任，选择是，然后再根据自己手机设置开发者，这些都有。设置好之后，我们再开启这些服务，就可以正常的使用这个 Attack Server 的服务了，并且进行这个远程操控。那像乌班图以及 Mac 和其他的 Linux 系统都能安装这个屏幕投射的这个工具，像 Attack Server 可以在Win10上安装，但是这些程序
是不是有点麻烦？有没有一统江湖的这个工具？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就接近于一步操作的？答案也是有的，不过它只能支持这个安卓移动端的设备，像 iOS 的话，不管是 Attack Server 还是 STF， 它都需要这个插扣的，因为这是苹果专有的嘛，需要进行编译，而且也需要版本对应，需要这个外部 driver agent 才能执行。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插扣的需要注意的，你下载之后就进行编译，这里这个网上都有说明，进行签名，这里改成除了 Facebook 之外的名字，随便改一个，以及这里大家需要进行这个注册，就是苹果 ID 的授权嘛，授权之后才能进行这个使用。这些大家去网上自行百度，而且这个 APP 这个棒的 ID 的话，大家自己去设置，设置好之后对它这儿进行编译。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如何使用这个Docker Compose 在 Win10上对这个安卓移动端的支持，并且这种方式也是可以在 Mac 以及 Linux 以及所有设备上执行的。下面我们就看一下，进入 Windows， 然后搜索 ADB， 然后我们点下载，然后往下拖，我们找到这个 Windows 的版本，我用我的是64位，然后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平台是安装这个 Android Studio 还是它的这个 SDK Tool， 下载之后我们就进行这个安装。这个我之前也已经下载过，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下载Android Studio 还是这个单独下载这个 SDK ADB 的这个 tools。 下载好之后我们就去解压到目录，然后像我的Android Studio，在这里，这就是我的 ADB 的目录。然后我们找到计算机的属性，点击高级系统设置，环境变量，然后配置这个 Android Studio Home， 就是它的根目录，之后确定，再找到 Path，
编辑，输入这个安卓的一些属性，点确定之后，打开Windows Power 之后，输入 ADB， 然后 version，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 ADB 的版本。这个网上也有其他的教材，大家不会的话可以在网络上搜索，记得一定要先配置环境变量。同时我们再去打开这个 Docker， 这个 Docker 下载的话网上也有，我也有这个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想了解的去看一下。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的记事本，然后找到我的这个使用 Docker 安装 STF， 这里有一个地址，我也会分享到视频的下方。我们 copy 看一下，用这个 GitHub 的这个开源项目，我们需要用到 Docker Compose。如果你是 Windows 版或者 Mac 版的这个 Desktop， 就不需要再安装Docker Compose， 因为它都已经自带了。Linux 系统的话需要单独安装。这个网太慢了，用这个 Docker 的话我们需要科学上网，否则的话拉取镜像应该很慢。然后进入这个开源项目之后，我们把它下载下来，下载到你一个指定的文件夹里边。在我的 F 盘里都已经挤压了，就是这个。然后看一下 readme， 这里就是要求我们安装 Docker， 并且安装 Docker Compose。然后我们修改这个.env， 就是 environment 应该是它的缩写，选择你自己的 IP， 然后填写，这里都有写。Win10的话是 IP config， 这个无线局域网就是我的 IP， 然后我们去修改，就把这个写到这里，然后修改这个密码可以随便改。其次就是我们需要修改 Docker Compose YAML 文件，这里改成自己本地电脑的文件夹。
这个就是自己本地 RethinkDB 的文件夹。修改好这两个值之后，我们就在这个 PowerShell 里边进入到这个 STF 的该目录。进入之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admin， 用这个 docker-moz up-d -build， 我们这个后台运行，我们直接 docker-compose up 看一下。现在我已经在这个目录里边了 ，ls 一下，这就是我的一些配置，然后启动。程序正在运行。到这里运行完毕了。然后我们再开一个，看一下设备 adb device， 已连接到我的设备。我们打开我的手机，稍等一下，再看一下，找到浏览器，直接输入127，因为它用了这个 nginx 代理，直接给我们转到这个地址，输入用户名和 email， 只要规则正确就可以，随便输一个。这样我们就进入了 STF 的这个系统里边。大家发现它是没有连接的，这是因为这个开源项目里边的 ADB 服务获取不到移动端的设备，也就是说 Docker 获取不了。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如何在 Windows 上获取这个手机设备标识，这里都有记录。然后我们输入像这个 docker ps-a find 这字缀 adb， 找到这个 docker 容器的 id， 就是这个，我们进入 docker
exe -it sh。 进入到容器后，我们 adb devices 没有发现任何设备，然后我们需要去连接它，就是首先这里也有介绍，这个是我移动端手机的地址，怎么选择呢？选中这个自己手机的 WiFi 之后 ，WLAN 设置里边直接找到的。像别的手机可能不一样，网上也有说明。查到之后，就用 adb connect， 然后我们输入一下看一下，就是 adb connect 192.168.1.14，这再加上端口号5，这样，然后就连接上了。我们再查询一下 adb devices， 这样就连接上了。我们退出来，找到浏览器，然后它就呈现了一个明亮的可用状态，然后我们点，就看到了我这个移动设备投影设在我的这个 Chrome 浏览器上，点设置，然后无线WLAN， 这里就是我的这个 IP 地址。当然这个设置跟 Mac 上的我演示的设置什么 USB 调试，这个大家也要进行设置的，进入开发者选项，然后这样就完成了这个最简单的最快速的这个安卓移动端映射到浏览器的方式。这个方式也是 Mac 以及 Linux 系统可以使用的，要比 Attack Server 2里边的支持安卓移动端投影的速度要快，而且也不需要进行那么复杂的配置。大家如果不想用了，直接进入根目录输入 docker compose down 之后，就可以移除这个服务，是一个可插拔的服务。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效果吧。像这样，然后像这里直接控制，行 ls 文件夹一些你常用的命令，这里我们拍摄的快照图片就在这里直接保存都可以，以及一些高级应用，这个手机上的文件我们直接导出到手机里就可以了，是不是还是很好用的？像这里选择都可以。
然后你不想用了就输入，所以我们先关掉它。速度有点慢。不想用了就进入这个目录之后，输入 docker compose down， 然后这里就看到了 removing， 就移除了这所有的这个创建的服务。我们看一下如何进行这个手机无线的这个获取设备。我们先看一下 ADB device 的，像这样，如何通过 IP 获取？我们首先需要输入 ADB TCP/IP 启动端口，然后 ADB connect 192.168.1.14，我们再输入 ADB device， 这样你就会发现这个手机的 IP 的形式呈现，然后拔掉自己的移动端的数据线，我们再输入 ADB device， 这样就发现了只有 IP 形式存在的这个设备，这样就可以通过 IP 进行无线的控屏，将手机映射在这个任意浏览器上。下面给大家补充一点吧，关于这个 STF 里边的这个用到的 Docker file 以及 Docker compose。首先看一下这个目录里边 Docker file， 就这个 from 基于这个镜像 STF， 然后 run 就是运行的每一层 volume 挂载的目录，像这个还有这个 Docker Compose 亚目文件，这里边版本号挂载以及服务 Nginx 一个代理转发的服务，配置8080 ADB， 这里 image 需要拉取的镜像 restart 模式 online stop， 还有这个权限这个挂载，前面这个本地目录，后边这个是 Docker 内的这个目录，这个我们需要提前创建，如果你不创建的话它会报错。Docker 内的这个目录的话它会自动创建，然后我们需要的文件可以储存在这里，供 Docker 和数主机共享。ResyncDB 就是存储这个 STF 资料的一个数据库，这个挂载都一样。然后权限在下边一些服务，这下边有一个 depends on， 就是依赖于这些服务，如果这些服务没有启动的话，
这个不会下载，它会等这些完全启动之后，然后再启动。然后这样就今天的这个话题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关于 Attack Server 2和 STF 以及 Windows、Mac 和 Linux 上 ADB 以及 Node.js 的配置，差不多就是这3种方法。然后这些像一些常用的配置，我也都有记录。这些像网址啊，我可以复制在这个视频的下方。大家有需要的话，有问题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提出，我看到了会解答一下。其他的，如果有什么遗漏，或者说大家还有什么宝贵的建设性的意见，都可以提出来。帮我提高我这个语言组织能力还是视频的质量，任何的意见都可以。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就点赞，按下小铃铛，订阅我的频道，尽情的分享吧。